你愿意跟胖子谈恋爱吗？有一个姑娘来找我交对象呀，92年的，身高在160，体重有170多斤，自己开了一家商店。她说自己年龄大了，很焦虑，很想找个男朋友结婚。这相亲啊5、6年了，一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我一看到她呢，我就问她怎么不先减肥啊再来找。她说自己减不下来也没有时间去减。听到这儿呢，我当时就委婉拒绝了。相亲都很现实，看条件、看身材、看脸，你这个体重，大多数男人他都不会接受的。他听了就问我呀，我要求很低还不行吗？我问他多低，是不要求男人年龄长相，还是不要求男人有车有房？他说和我同龄差不多，有个房子有个工作就行。我长相呢也不挑，主要还是看人。我问他，有一个男士比你大1岁，有车有房有稳定工作，也是因为胖呢相亲总是不顺，你愿意认识一下吗？他一听立马摇头说不行，我不能接受胖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呀，因为自己胖，所以希望对方瘦点。我直接问他，其实你也觉得胖不好看不喜欢对吗？他说呢也有这方面原因，但主要是考虑到健康问题，一家有一个胖的就已经很危险了。他说只要对方不胖，条件稍微差点自己能接受。我说有一个农村的年龄比你大一些，家庭条件差，但是有房有稳定工作，你愿意吗？他说不行，我们家是城市的呀，找农村的不行。听完呢，我顿时觉得自己说不出来话了。两个人聊了有一会儿之后这姑娘就走了。看她走，我心里真的很难过，不是不帮，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凡人，我改变不了大众的审美。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找胖子谈恋爱？说直接点，就是外表激发不了性幻想，确实是无法产生恋爱的情绪。我们抵抗不了生物本能，大家都是凡夫俗子，都是看脸这么肤浅的生物。你的灵魂再好，也是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可相亲本就是快节奏，选择项那么多，谁会愿意拿出时间去了解你的灵魂呢？有提防杀猪盘。生活中呢，我们也会喜欢胖子，是因为了解一段时间之后，感觉相处的舒服开心，才会愿意在一起交朋友。但相亲99%都会拒绝对方胖。人呢都是看脸的生物不论男女，不要听那些用虚伪的夸奖来掩盖你胖的事实。明明你胖，可周边就有人呢会说你不胖，你好看。明明你胖的就是找不着对象了，有人就是说呀，那是你没遇到合适的，一定会有人喜欢你的。这些话就是毒鸡汤。事实这种夸奖远超于那些恶言相向的人。有些人呢是单纯的坏，有些人却是坏到骨子里的贬低。这种夸奖真的让人可以迷失自我，以为胖总是有很多人喜欢的，但现实就是别人一听你体重你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胖子找不到对象吗？那当然能只要你能不断的向下兼容。比如说你找个比你还差比你还胖的人，你能接受吗？如果你是一个条件很好很有钱的胖子，那就要接受别人是图你条件或者是图你钱，而不是真心爱你的，你能接受吗？两性关系里有很现实的3要素一是性价值，二是经济价值，三是情绪价值。一段恋情你起码要具备2种价值才可以和谐。性价值代表着你的外形体貌，往往是第一次见面就已经决定的。估计胖子自己也不想找胖子谈恋爱吧，不如去正视自己的问题，管住嘴迈开腿，这样你的择偶范围才会变大。在你有限的青春里面去找一个相爱的人不好吗？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胖子们 fighting。 今天这事有意思一个姑娘给我吐槽她相亲对象说他太抠了简直就是这个抠门界天花板。听完我都懵逼了长话短说，说重点。两人是去年5月份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因为男士挺帅聊天呢也比较有感觉，合得来7月份就确认了关系，9月份呢就开始了同居。这故事就从这儿说起了首先呢，两人经常为节约用水这事吵架男士呢洗头担心浪费水嘛，先是用盆洗，洗完的水把脏衣服再给洗一遍，然后再倒到桶里再用来拖地。洗菜水呢也是倒到一个盆里去攒着，等着用来刷锅刷碗。这姑娘就不愿意男士说咱也不是大户人家，能省就省点。平常呢两人也是为买菜这事吵架，一般呢都是男士买菜他就挑那超市快下班的点去，因为快下班这菜他都打折，这一买就买一大堆只有好多烂了的他就把烂的给切了之后吃。还有水果也是超市打折处理的，买回来之后是切掉坏的一半，吃好的那一半。这姑娘实在是忍不了了说想吃点新鲜的，结果人姑娘出去买了2斤好一些的苹果，回来两人就为此吵架说这苹果有特价的，带干巴还能便宜不少，这吃都一样，嫌这姑娘浪费钱。另外家里用的卫生纸都是从公司卫生间里拿回来的，每天呢就拿1-2卷，
这家里床底下呀塞的是满满当当啊，上百卷。家里的洗头膏、牙刷啊，这个牙膏、拖鞋、毛巾等等啊，也都是男士啊出差带回来的，几乎啊就没有自己买过。连送女友的衣服和包啊，都是闲鱼二手买卖市场上淘来的，平均呢也不到50块钱。两人为此啊吵过很多架，也闹过分手啊。每次这男士啊又哄又劝，两人呢又和好了。这还有一次啊，这姑娘的爽肤水用完了啊，想去网上买，被男友知道了，说那些化妆品啊都是暴利，成本啊都是几毛几块的，效果都是糊弄人的啊，别被骗了。于是啊，人男士啊亲自去网上买材料，花了6块钱，按照教程呢给姑娘做了一大盆的爽肤水。姑娘很是尴尬，又忍了这事儿。平常这两人出门吃饭呢，一直都是 AA 的。这男士啊是自带卫生纸啊，因为有的饭店啊那纸巾啊它是2块钱一盒啊，他是花钱的。这前天晚上两人出门吃饭啊，这个男士啊忘带纸了，好家伙啊，吃完饭啊他不擦嘴了呀，用免费的这个茶水啊给涮了涮。这姑娘不行呀，非要打开那包纸巾，就因为这个事情，两人啊吵了2天，最后分了手。这姑娘说呀，最生气的就是啊，分手的时候，男士说她是拜金女，说就想找个有钱的。她说自己和男士生活了5个月，这个男士给她花了不到500，自己花了快1万了。她越想越憋屈的问我呀，男友这么抠，提了分手难道错了吗？听完之后啊，我就想想我那些啊每月花费几千上万还找不到女朋友的男粉丝们啊，情何以堪呢？这不是妥妥扎人心吗？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男友很抠怎么办？今儿呢就统一给大家说一下，抠门的男人分2种，一种是极度抠门的，那这类男人呢，无论是恋爱或者是结婚与否啊，金钱方面都是要跟你计较的，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一个外人，永远以防着你的姿态呢和你相处，就怕呀担心你占他一丁点的便宜，总是啊防着女友，防着妻子呀把钱财转移到娘家去。这类男人啊他往往是成不了大事的，由于对人事物缺乏一种信任，所以格局也相对于比较狭隘，道路啊自是不宽。那另外一种男人啊是属于在恋爱期间表现的比较抠，但是在婚后呢却会把钱财通通交给妻子管理。这类男人呢不能说抠门，只能说他们是了解赚钱的艰辛啊，只想把钱花在刀刃上。他们不会乱花钱，也不会那么浪漫，可能不会给你买花，但是更愿意买一些实用的物品来送给女友，类似于生活用品啊等等。他们虽然说不够浪漫啊，不够大方，但是比较有担当，不会让你婚后啊为钱担忧。也许赚的不多，也不属于有钱人，但是他们会给足你安全感，给你依靠，一辈子啊对你不离不弃。那这类男人啊，直男居多啊。总之呢，就是人无完人，是人都会有缺点，凡事啊多一些宽容，想让自己舒服啊，先让他人舒服，有舍才有得，计较的少啊，收获的才会多，格局越大，道路它就越宽。说得好。今天说说慢热这个事儿啊，这是病得治。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呀，说喜欢一个姑娘1年多了，对方总说慢热，要不要去追了？他今年32岁，做机械工程的，一年20万左右。这去年初啊，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28岁，人家姑娘长得挺好，男士一眼就看上了啊，想着只要对她好，怎么也能拿得下呀。于是每天积极表现，按时打卡，早晨起床，醒了吗？中午吃饭了吗？晚上下班了吗？平常呀是忙吗？在吗？女方呢也回复，但基本啊都是几个字啊。一有空，男士就约这个姑娘呢，她也出来，两人说话聊天呢也能说到一起去，姑娘也让牵手拥抱，但就是一到关键点呢就拒绝。平常这情人节、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等等啊，都按时的送礼物、送红包啊。终于啊，追了半年之后，这男士啊鼓起勇气对这个姑娘说：“我喜欢你，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人姑娘呢不紧不慢回了一句：“我还没准备好，发展太快了，我这人啊比较慢热，再相处看看吧。”一盆冷水啪呲一下到了男士头上，拔凉拔凉呀。行，半年不够啊，咱再追。这会儿啊，努力上升了一个档，两人相隔20多公里啊，这男士啊就下班又跑去接姑娘，下班吃饭送回家，没事啊送个惊喜，带个礼物。姑娘也是越来越开心啊。男士一看这好，博得美人笑了，那更用心了呀，对她更好了。这样呢，又过了半年，花了好几万出去了。男士是信心满满的又去表白，还专门找了策划公司呀，在商场那最中间啊，那布置的现场老漂亮了。有一个环节啊，那是表白成功啊，头顶一个很大很大那个球里面就装了无数气球，工作人员扎破啊，天上就会掉下来很多气球，想想都很浪漫呀。男士就把这个姑娘带到中间，手捧鲜花呀，说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结果人家姑娘却说呀，我还没准备好，发展的太快了，现在呢只是刚刚有感觉。男士听完就急了呀，我追了你1年了，你喜不喜欢我该有个回应了吧？人姑娘说呀，
你人很好，但是我这感觉来的比较慢，你得给我点时间去了解你。这样吧，2个月之后啊，我肯定给你结果。男士听完呀，是头也不回的走了，剩下工作人员就尴尬了，这球是扎还是不扎呀？男士问我还追吗？我说不追。他说付出了1年的努力，马上就有2个月就有结果了。我说结果也是不喜欢你。他说万一喜欢呢？哎呀，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啊。我和你们再强调一次，相亲认识的你根本不需要去追的，基本喜不喜欢第一次见面就已经决定了，喜欢这个过程一定是相互的。所有的慢热啊都是价值不够。我见过一个9分的帅哥，人家从来都没有说遇到过慢热的女生。你要知道，慢热并不取决于时长，慢热取决于很多因素，你的价值，他的价值，他身边异性的综合价值，以及此时他着急的程度。唯一不用考虑的因素啊，就是接触时长。有些人呢，今天还自称慢热，考虑了一晚上，明天就可以了。那是因为他清楚自己年龄大了，身边的异性啊，差不多都结婚了，周边异性啊，就你条件还行。很多男人脑回路啊，我也是服了啊，很奇怪，听到慢热总是以为自己快成了，觉得只要自己决心大，诚意足，持之以恒就可以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应对慢热你得有招，这第一招呀，魔法打败魔法。你不着急表态，我也不着急表态，你骑驴我找马，看谁呀好过谁。你敢慢热，我就冷你；你要快热了，那我才展示诚意。总之啊，一句话，谁急啊谁先输。这第二啊，你要有自我设限。适合广大的这个直男直女们啊，再慢热也要有个时间的吧，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日期，期限之前该怎么接触就怎么接触，时间一到呀，还没上升关系那就拜拜啊。相亲本来就是快节奏，基本3个月就会有一个结果的，慢热呀，这都是病，你得治。